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武侠片会呼吸的演员，几代人的经典郭靖在瞩目中迎来肖战时刻。武侠片需要会呼吸的演员，肖战饰演的郭靖打破了以往影视作品中郭靖角色刻板印象，最为贴近角色。同时，肖战也是与郭靖相似的人。郭靖的质朴不是木讷，而是充满生命张力的静水流深，大智若愚。与郭靖相遇，肖战用身心刻画出侠之大者的人物弧光，止战、和平、爱国、寻根、奉献、付出，是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想要传递的一些内容，符合当下局势，而且武侠文化中国独有，也是一种可以向世界输出的文化符号。当演员肖战遇到角色郭靖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，肖战花费数月时间去贴近角色。如何贴近角色？他接受了专业的、系统的体能训练、武术训练、骑射训练，还有亲自驯马，学习蒙语，做力量训练，增肌增重，形成肌肉记忆，只为更好成为角色，融入角色。整个训练期间，对肖战来说非常充实，每天都很累，但是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一个角色当中，也是收获良多。拍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前后7个多月时间，训练了2个多月。但是从训练初期到最后一个镜头的结束，肖战一直在努力贴近角色，成为角色中。学习蒙语对肖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原剧本中有大量的蒙语台词，肖战对自己要求挺高，要100%自己会说蒙语。蒙语可以称之为天书，挺难学的。肖战第一次接触蒙语，为了尽快学会，不停地跟蒙语老师交流，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念，掌握语调、语速，然后再针对剧本用普通话演一遍，并做笔记标注好。在念台词的时候是需要带入感情的，有情绪的表达，抑扬顿挫，是激烈还是平淡，肖战都会标注清楚，然后再转换为蒙语，套入语境，把情绪加进去。比起说普通话，这样一个过程转换其实挺复杂的。集训的日常是怎样的？肖战说跟上学读书一样，每天起个大早，先赶到马场进行骑马训练。骑马课程包括跟马匹熟悉、跑圈，然后是直线冲刺、跳障碍、单手骑、拿兵器骑、捡东西，还要有能够控制马失控情绪的技能。骑完马，肖战还会利用午饭时间转回到摄影棚进行武术训练。肖战说自己比较多的招式是掌、降龙18掌，还有拳法、黄蓉跟华筝，一个是棍，一个是刀。武术训练结束之后是威亚训练，每天时间安排紧凑，但都非常充实。聪明的最高境界是大智若愚。读完原著小说，你就会知道郭靖这个人物是绝对不可能傻的，傻的人怎么可能练就绝世武功，进入新5绝之一呢？还有他的格局与胸怀，忧国忧民，为国为民，精忠报国，鞠躬尽瘁，这些精神品质、胸襟气度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。而且郭靖从不内耗，懂得勤学苦练，全身心投入，心无杂念，能够非常专注于一件事。郭靖的聪明是大智若愚。肖战说导演也跟他说过，郭靖不是一个傻子，他是一个很强大的人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人。而且郭靖的聪明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会扎扎实实学本领，而不是耍小聪明。肖战理解的侠是什么？在拍摄电影之前，对于侠的理解是武功高强，行侠仗义。拍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之后，认为侠不仅是具备一身本领，而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侠是一种从内到外的非常重要的精神内核。
肖战认为自己与郭靖非常相似的一个点是，做事非常认真专注。拍摄现场随时可见肖战在做笔记，那是因为提前2-3天准备的蒙语，到了现场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当下就得打起200%的精神，现场狂记狂背。拍摄这部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肖战认为方方面面的挑战都是存在的，比如说骑马狂奔，松开缰绳或者给马第一声启程指令时，马会像箭一样奔出去，那一刻有种失重的状态，这是需要克服的第一道难关。其次是武术训练，要求拳拳到肉，实打实的接触上，再到后面的威亚。徐克导演追求一种真实感，人是会受到地心引力影响的，就算有威亚，很多动作依然需要演员自己发力完成，包括落地时需要有重力感。肖战说自己有拍摄威亚的经历，但是在拍摄射雕时吊威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肖战对人物郭靖的认识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深刻，进行过深度的思考与剖析。比如郭靖人物的内核是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精神世界是怎样的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，面对民族和大义该如何选择？仔细揣摩角色，打磨剧本，研究剧情脉络，肖战的认真与专注是心无杂念，全部投入，善于挖掘人物深层次的内容，成为角色，站在角色视角进行思考和选择。在这一刻，他就是角色本人。3. 郭靖的坚守和坚持给了肖战支撑与信念。郭靖是肖战交出的答卷，在导演喊杀青的那刻，他的想法是终于告一段落了。但是对于演员来说，用心诠释，用灵魂感受过的角色，总是会在生命的长河里留下痕迹。在演绎的过程中，演员也可以从角色身上获取某种力量。演员通过演绎不同的角色，经历角色的人生，这也是一种收获和体验。在经历的过程中获得某种启发，或者某种醍醐灌顶的瞬间。肖战说郭靖的坚守和坚持给了自己支撑和信念，并且饰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一些什么，或者带走一些什么。拍郭靖时，最后一个镜头是郭靖跟黄蓉在草原上策马奔腾，朝着夕阳而去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大漠。这个镜头非常壮美，同时又有武侠的浪漫洒脱。肖战说，跟徐克导演的合作是一种奇妙而难忘的体验，是一场收获的体验。导演对电影的热爱和全身心投入，给了他很多启发。因此，肖战也时刻告诫自己要全身心投入，尽自己所能去塑造好郭靖这个角色。优秀的导演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指路明灯，可以让演员快速成长，受益良多。一起走进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，看观众眼中的郭靖是怎样的。看射雕，郭靖脑门顶着4个字正的发邪。网友，他读诗那里，我还想他会怎么想，结果他来一句，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双引号，花并蒂，叶成霜，知连理。郭靖问母亲李萍这是什么意思？李萍，这是说你薄情负我，但我却痴心一片。这时候注意到郭靖的眼神了吗？天然的呆萌，清澈懵懂的眼神，还带点委屈、心虚与愧疚，非常真实的郭靖反应。春蚕吐尽一生丝，莫教容易才罗绮。意思是指郭靖是渣男。郭靖睁着一双无辜澈萌的大眼，是在说我吗？网友，顶天立地一根筋。郭靖很正直、真诚、善良，不会跟你弯弯绕绕，而是直接。喜欢就是喜欢，爱就是爱，不会撒谎，说话很直接，但不会太伤人。然后一脸正气凛然的真诚。肖战塑造的郭靖是淳朴的，而不是憨傻，是有勇有谋，而不是木讷。黄蓉为什么会喜欢郭靖？
是因为郭靖很好，坚定、执着、专一，有能力，心地善良，心怀悲悯，武力值爆表，这样的郭靖才是黄蓉偏爱的郭靖。网友：他那段无语的表情好可爱，从头到尾一根筋。大汉：郭靖，你为什么不叫我义父？郭靖张口就来义父。大汉：听我的话不听。郭靖：不听。这娃太耿直了。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？那就是郭靖的小脑门儿动不动就磕得红红紫紫的。江南七怪去世坟前磕，去求一灯大师磕，母亲坟前继续磕，祭拜父亲也磕。重孝义的郭靖，重情重义的郭靖，在电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网友：跟吸毒打架的时候，吸毒说你看着老实怎么还出阴招？郭靖那个小表情就好像在说切，老实人怎么不能出点阴招了？老实人与老实人对决，可以老实过招，讲规矩守信用，但是老实人与反派小人过招，干嘛还要老实？郭靖懂得灵活变通，他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而且还带点孩子气，也很符合少年郭靖的样子。网友：蓉问他蒙语笨蛋怎么写，他也老老实实告诉他，然后在石头上骂自己笨蛋傻瓜。问他笨蛋怎么写，郭靖在石头上写蒙语，说我是笨蛋。这里明明没有夸张的动作或表情，但还是挺有笑点的。肖战饰演的郭靖不是傻傻的，而是鲜活、天然呆萌。你去了一趟中原，就懂得什么是爱了。郭靖一脸单纯加真诚，不懂得拐弯，而是实话实说。华筝看了很生气，也更加郁闷了。郭靖的单纯脸伤起人来，也是很有破坏力的。郭靖说比喜欢还有多很多的时候，眼底露出软软的情感，这个时候郭靖有种情窦初开的感觉。网友：他长得就有种悲天悯人的大侠范儿，譬如这样，悲天悯人的眼神，悲天悯人的大侠范儿。微皱着眉头时，还会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神色。网友：完全颠覆我对肖战的认知，不打他名字我都认不出来。好演员就该为角色服务，演员需要服务于角色，为了贴合角色形象，肖战增重增肌，你能看到电影中的郭靖背影很宽厚，给人高大健壮的感觉，肌肉更加扎实，符合在草原长大的郭靖形象。肖战电影中的郭靖形象是一个全新的形象，与本人相差挺大，所以肯定有观众会问，这真的是肖战演的吗？之前看过肖战的作品，他不常这样啊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巨抛脸，一人千面，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不重合，独一无二。肖战可塑性强，气质多变，涉猎广泛，人格魅力强大，这样的演员也是非常少见的。肖战饰演的郭靖，身上的质朴感浑然天成，没有任何后天的雕刻或修饰，没有故意而为之的装傻扮痴，而是你觉得他本来就是这样，纯天然的，不需要依靠刻意放慢语速或肢体动作来表达。郭靖的慢了半拍，不是指行为上的慢半拍，而是谋定而后动，大智若愚。清澈的眼神，天然的钝感力，就连说出来的台词也是恰到好处的贴近角色人物本身。肖战是会呼吸的演员，面对成吉思汗的步步紧逼，忠义两难，郭靖没有歇斯底里的嘶吼，或是用夸张的表情来表达，而是喉结微微颤抖，紧握着拳头，用力到指尖泛白，这样的生理反应更为真实细腻，层层递进，演绎出郭靖内心的挣扎和最后做出选择的艰难果决，让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有了血肉之躯的真实感、使命感。每一个细节的把控，每一次转折度的掌控，肖战都做到了100%的精准与完美，把侠之大者、为国为民的郭大侠完全带到了大银幕前。